北欧神话之中最为辉煌与壮丽的篇章——诸神的黄昏。在北欧神话之中，阿萨神族因为采用了洛基的计策而变得极为的强盛，同时雷神托尔的诞生也使得9大世界之中没有任何的一个种族敢于挑战阿萨神族。于是在万众因果业力的推动之下，命运终于使得神后弗利加孕育出了世界上最为纯粹的生命。他是一对双生之子，光明之神巴德尔与黑暗之神霍德尔。光明之神生下之后便得到了诸神的喜爱，成为了最为尊贵的神，而他的胞胎兄弟双目天生失明的黑暗之神霍德尔则在光明之神耀眼的光明之下变得可有可无。光明之神如今已经快要成年了，他的身上的光芒愈发的耀眼，即使是众神之王奥丁在看到光明之神巴德尔之时，锐利的眼神也变得柔和。奥丁看着他至今为止最为完美的孩子，这个孩子诞生使得众神的缺点都被掩盖，以始祖巨人秘密而死亡建立的世界有着诸多的荒蛮与错误，即使是众神之王奥丁也必须依靠诡计与欺骗来得到力量，以战争和死亡来补充瓦哈拉英灵神殿。即使知道这样下去世界将变得极为的扭曲，但得到智慧的神王奥丁只能够做出最为理性的判断，而抛却感情与道德的底线。此时奥丁看着光明之神巴德尔，却明白了世界的本质在悄然的改变。光明之神的诞生宛如新的秩序即将到临，如同朽木之中诞生出新的嫩芽，虽然如此的脆弱，但却孕育着创造新生命的力量。而此时光明之神巴德尔转过身来，看到神王奥丁，缓缓地向其行礼，说道：父亲，是什么让您眉头紧锁？神族在您的引领之下达到了繁盛，如今9大世界已经极少出现惨无人道的战争，如此欣欣向荣的场景也无法抚平您的忧愁吗？神王奥丁目光柔和地看着光明之神巴德尔，他说的没错，9大世界在自己的引领之下现在已经极少有惨烈的战争，虽然为了壮大英灵神殿，自己会亲自挑起凡人间的战争，但阿萨神族、华纳神族以及巨人族这几个强大的种族之间已经极少出现惨烈的战争了。虽然如此，奥丁依然眉头紧锁地对巴德尔说道：我的孩子，繁盛与和平并非珍贵之物，现在他们不过是脆弱的平衡，欲望与仇恨终将将他们击碎。虽然众神如今不必为衰老与死亡担忧，但在众生之上有着操控一切的命运，即使是再强大的神明也只能够遵从命运的安排。得知未来是智者的悲哀，我的好孩子，你是这个世界新生的希望，是我与你的母亲遵从命运所做出的最大的努力。或许在你的引领之下，世界将不再有欺诈与诡计，杀戮与野蛮，让这个世界扭曲。维持平衡已经让我疲惫不堪，至高的权力既是祝福，亦是诅咒。说到这里，奥丁停住了话语，这位众神之王重新挺直了自己的臂膀，似乎以此来承受住刚才的话语。他看向似懂非懂的光明之神巴德尔，将语气放缓，又说道：我的孩子，众神的荣耀将在你成年的那一日达到顶峰我有些期待看到你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了。而光明之神巴德尔也展露出灿烂的笑容，光芒在他的身上涌出，那柔和的光芒也使得奥丁的独眼中担忧的神色稍稍的退却。欢庆的盛典即将在阿斯加德神域拉开序幕，这场盛宴将为整个神域至关重要的神奇举办，而这个神奇即是光明之神巴德尔。因为众神都知道，光明之神成年之日将标志着阿萨神族迎来永恒的存在，而那诸神黄昏笼罩的阴霾也将因为光明之神的强盛而驱散。在这天夜里，天后弗利加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她梦到自己的孩子被人谋杀，全身是血的躺倒在了自己的怀里。天后弗利加是掌管婚姻的神，但同时
他还是强大的预言之神，是仅次于奥丁之外能够窥见命运的神明。这个预言之梦让天后弗利嘉惶惶不安，他向奥丁倾诉了这个梦境，而奥丁则是平静地看着天后弗利嘉诉说完梦境之后，转身去往了沃尔德之泉诺伦命运三女神那里。奥丁向诺伦三女神询问如何才能拯救光明之神巴德尔，而诺伦三女神却说出了另一则预言，那就是光明之神必死，所有阿斯加德的神都无法惩罚凶手，因为同族之间的血脉不能够互相的残杀，但女巨人琳达的孩子将会为光明之神复仇。于是奥丁急忙去往女巨人琳达的身边，用计迫使女巨人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当巴德尔成年典礼的那一天，众神都献上了祝福，而光明之神的母亲天后弗利嘉更是以自己至高女神的权力，迫使9大世界所有的生命与物体发下了庄重的誓言，无论怎样都不可以伤害光明之神巴德尔。在天后弗利嘉的请求与淫威之下，除了一个极为弱小的植物胡寄生被忽略了以外，所有的生命与物体都发下了庄重的誓言。在这杂乱的庆典之中，洛基提议大家用武器攻击光明之神巴德尔，以此来证明誓言的效果。于是众神以弓箭、标枪来攻击巴德尔，但无一例外，所有的武器都无法伤害到这位神祇。此时光明之神巴德尔的同胞兄弟黑暗之神霍德尔听到了众神的欢笑，也倍感喜悦，而洛基则悄然地拿出一把以魔法催生胡寄生之后编织成的锋利的长枪，交给了黑暗之神霍德尔，让这位受到冷落的神共享这份欢乐。黑暗之神霍德尔接过胡寄生的长枪丢了出去，结果长枪正中光明之神巴德尔的心脏，而此时奥丁迫使怀孕的女巨人琳达也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拥有了自然之神的神格，并飞速地生长成了一个壮汉，以极快的速度赶到了光明之神的典礼之上。在使命的驱使之下，这个名为瓦利刚出生不久的自然之神杀死了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黑暗之神霍德尔。当巴德尔再度恢复意识，面对的是一个半边脸如同女神般美丽，半边如同死尸一般干枯苍白的女孩。只见那个女孩张口说道：“欢迎你来到我的国度，我尊贵的客人。”光明之神巴德尔一脸淡然地看着死神海拉说道：“好久不见，我能见到你，证明我已经死了，对吗？”巴德尔似乎已经早已预料到了这个场景。你的父亲曾经想要赎回你的灵魂，他是个极力想要反抗命运的神王。即使我不开出所有人都为你死而哭泣这个理由，他也无法复活你的。海拉漫不经心地说着，他似乎已经很久没能够与自己看得上的神聊天了。在冥界，只有一群既无聊又干枯的灵魂。父亲曾经说过，既定的命运即使是神明也无法更改，但即使是知道最后的结局，依然要奋力一搏。死神海拉冷笑一声，他有些不屑地说道：“血腥的谎言与无耻的欺诈带来的辉煌，不就是神王奥丁所谓的奋力一搏吗？因为你的死亡，我的2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个变为了狼，而另一个则被狼杀死，用他的肠子做成的锁链束缚住了我的父亲。这个世界的诞生本来就是个错误，在杀戮与血腥之中建立起来的国度，终将被谎言与欺诈所摧毁。辉煌不过是假象，虚无才是永恒的真实。”巴德尔看着嘲讽奥丁的海拉，并没有显现出丝毫的生气，他依旧语气平淡地对冥界的女王说道：“长久的苟活与短暂的辉煌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另一些看起来美好的东西。”说完这些，海拉与巴德尔都陷入了沉默之中，冥界只传来鬼魂的哭嚎与呻吟之声。但在这些杂乱的声音之中，却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韵律，那种声音清脆而细微，但却让人无法的忽略，如同锯条在砍伐着坚固的树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声清脆的断裂之声回荡在冥界尼弗尔海姆，随着断裂之声而来的是一声深沉的龙吟之声。
海拉猛然睁开双眼，冰冷的眼眸之中竟然泛起丝丝的涟漪。死神海拉看向光明之神巴德尔，说道：“我的贵客，请恕我招待不周。多隆尼德霍格已经啃断了世界树的3大树根之一，我也将迎来我的命运。世界即将毁灭，众神也会在黑暗来临之前悲壮的死去，他们的灵魂将回归于虚无之中，只留下只言片语的史诗。而你，我的贵客，你将继续留在这里，观赏日落之后的黎明。”说完这些，死神海拉就率领着亡灵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冥界。而此时9大世界中的魔法力量因为世界树的3大根系之一被啃断而被削弱。厄朗芬里尔挣脱了阿萨神族的枷锁，邪神洛基也在囚禁他的山洞之中踉跄地走出。深海中的巨蛇耶梦加德抬起了自己的脑袋张望。连绵的寒冬席卷了9大世界，农作物在漫长的寒冬之中无法生长，而冰霜巨人一族却大肆地杀戮着凡人。在火之国度的火之巨人兴奋地举起自己能够毁灭物质世界的炎之魔剑，所有的敌人全部聚集在了一起。巨蛇耶梦加德、厄朗芬里尔、死神海拉的亡人大军，脸上满是伤痕的邪神洛基，背负着血海深仇的冰霜巨人，以及持有毁灭世界物质形态，能够燃烧整个世界之树的火之巨人苏尔特尔。这些人接满了通往阿萨神域的彩虹桥，但他们并没有急于上前攻击，而是在仰头等待着什么。此时，厄朗芬里尔的2个孩子斯库尔与哈提逐渐地逼近了月亮与太阳。阿萨神域这一边，雷神托尔、16位女武神、独臂的正义与战争之神提尔、手持末日号角的守护之神海姆达尔、失去胜利之剑以鹿角作为武器的丰饶之神弗雷，以及在瓦哈拉英灵神殿涌现出的战士英灵们，也都聚集在彩虹桥的另一端。此时，神王奥丁来到了沃尔德之泉诺伦命运3女神这里，而诺伦3女神则坐在枯萎的世界树之上，对奥丁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奥丁见此，又径直地来到了智慧巨人密米尔的头颅旁，而智慧巨人密米尔则向神王奥丁说出了世界最后的秘密。没有人知道密米尔最后对奥丁说了什么。当智慧巨人密米尔说完话语之后，奥丁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最后的战场。此时，厄朗芬里尔的2个孩子成功地吞噬掉了日月，世界陷入了昏暗之中。随着厄朗芬里尔的嚎叫之声，阿萨神域的守护之神海姆达尔吹响了末日号角。终于，诸神的黄昏最后的战役开始了。